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第24单元的最后一课：杠杆交易操作。杠杆交易的操作，在这个菜单，就是这里点开以后，点这个杠杆，然后进入到这个页面。那这里面的话有全仓模式和逐仓模式。然后杠杆模式和合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是针对于每个币种单独的进行借款和还款的这种操作，还有划转。举个例子，你现在有100块钱，然后你想买一个一千块钱的单子，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你正常的是下不了了，所以说你要在这边进行一个借款和还款的一个操作，然后它可以把杠杆开大到一般的品种是5倍，然后有些品种是10倍，这个的话要根据具体的品种来做测试。那我之前测试的时候是有些品种是5倍左右的，然后有些品种是10倍，那再大的好像就没看到了。那也可能账户不同的话，也有可能这个杠杆的倍数不太一样啊。我这个号是比较新的号，所以它这个杠杆开的不太高。那我们来讲一下全仓模式是什么意思。全仓模式的话，比如说你要操作这个币，那你这边就直接点划转就可以了。如果你账户里有钱，你就可以从钱包里面把钱划到这里来。那钱包里面，如果你有1000块钱，你只花100块钱到这，那你这个100块钱在全仓模式里面操作的时候，只有100块钱可以操作。那亏的话也只会亏这100块钱。那这个就是全仓模式的这个方式。那逐仓模式的话，你有1000块钱，然后你花了100块钱到杠杆账户，但是你把这100块钱拆成10份，你可以每一份只投10块钱进去。比如说我这个品种爱打币，我只投了10块钱，那它只会在这10块钱进行一个进行一个盈亏。那像你看这个倍数是10倍的，那这个币种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小小的币种啊？它只有3倍，风险比较高的。那币安的话就是10倍，比特的狗狗币都是10倍左右，那这个币就比较少了，所以这个我猜应该是风险小的给的比较高，风险大的然后那个给的比较少。那相对来说，杠杆账户会比这个合约账户要安全一点啊，因为它这个杠杆开的倍数不太高啊。但是杠杆账户里面比合约账户有一个风险，就是它有一个利息。你从这边进行一个划转的话，它到时候会有一个仓位模式，这边就是到时候会有一个持仓的一个模式，那这里就会显示一个利息。那不同的品种的话，它的这个利息是不太一样的。那有些品种它的这个不太火热的情况下，它的利息可能年化3%到6%之间有可能。那如果是这种交易比较火爆的情况下，在这种币种的话，它的这个利息可能会达到几十，年化可能会达到几十，所以这个在借款的时候要注意。然后操作完以后，它会选一个自动还款，在操作界面有一个自动还款的操作，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钱给还掉了。那一定要在这个持仓账户里面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那个，我们来看这个界面，这里就是这个借款还款，然后这个是划转，那这个就是单独针对比特币的这个操作，然后这个就是买和卖的操作，买入和卖出，然后这里它会显示这个持仓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杠杆的倍数，还有就是一个利息的情况。利息如果这边没有的话，就在这个账户的这个页面会有，杠杆账户的这个页面会看到，仓位模式里面。那所以这个就是杠杆账户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上节课有一个这个期权的这个还没讲解，因为这个课里面没有涉及到这一部分的，简单的刚好把这个一起讲一下吧。期权的概念其实比这个合约还要复杂一点啊，它赌的就是你到期之前的这个涨跌方向了。
那今天是20号，那比如说我21号，二十一号的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是这个品种是100块钱的一个品种，然后呢，我赌它明天到期之前，我赌它会涨到110，赌它会涨到130嘛，涨到130。那你这会儿的这个价格，假如是五块钱，五块钱的话，你买多的话，那这里的这个一百，这个一百的话就是实际的，就这个品种的价格。那这个130是预期，假设能涨到130的话，你这五块钱的话，那你就等于是130减去100，然后再减去你的这个本金，你就是挣25块钱。这里是没有杠杆的情况下，那另外一种情况，现在100块钱，明天跌到98块钱，那你这个你是5块钱买的，那你这一单你就亏没了，100减98，这单你就等于负的，负的就不用去行权了。那期货里面，期权里面有一个行权和这个不行权的，行权太麻烦了，这个地方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到时候你去算这个，你这一单，比如说还有25块钱利润，那你到时候实际上现在的价格到时候可能是市面上价格可能是20块钱，那你觉得这卖20块钱我卖掉我不合算，我就去行权，这就是行权的这个目的。那如果市面上的价格是24块8，你觉得行权太麻烦，那我就差2毛钱我也无所谓，那就直接行权就行掉了就好，直接卖掉就好了，就不用去行权了。那如果说价格差太大，你就去行权就好了。那像这个都已经是负二了，这个就没必要去行权了。这个行权的话，你还要五块钱亏没了，你还要再去贴2块钱，所以说你这个地方你就直接放弃这个合约就好了。它到期的时候，它会自动被清零，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合约的这个方向。那合约里面还有多空的，空的你就直接倒过来理解就好了。比如说100块钱，明天跌到80，那你就挣，那你这里的价差就是20块钱。如果你这个品种是5块钱买的，那你这里就挣了15块钱。那行权的话，你就是行15块钱。如果卖掉，如果市面上价格是14块8，那你就直接卖掉就好了，差2毛钱也无所谓了。如果市面上价格是倒挂的，那你就这个地方你就有套利空间了，你就直接拿去买来以后，你甚至可以多买，以后买完了拿去行权。但前提是你一定要理解这个规则啊，这里的规则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一点啊。那做空情况下，倒过来，另外一种情况，涨到一涨到130，那这时候你就是100减130，你这单就是垃圾期权了，就没有用了，负30。你行权的话，你还亏30块钱，然后这个原来的这个下单还要亏5块钱，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必要去行权了。那期权的这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这样的。那这个风险更大，一定要理解这个到期的时候，这个还有一个行权的这个，如果规则玩不清楚的话，尽量前期先不要去碰这个品种，等大家玩熟练了以后，你再去碰的话，也来得及。好，那个今天这个杠杆和期权大概就介绍到这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档的内容啊。这里杠杆就是也就是放大，它可以放大收益，同时也会放大亏损，所以做好止损啊。然后这个就是币安的这个杠杆的交易的这个配置啊，这个是在代码当中配置。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借贷操作，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利息和管理的部分。然后这个就是杠杆的做多策略，还有分批建仓的方式。然后这个是杠杆做空的，和刚才看到的是一样的啊。就你在交易的时候，在这里介入数量，它就会产生利息，然后划转的话就从资金划过来，然后这边就是做多，然后这边是做空，然后最后就要去归还你的这个金额。
相当于你向交易所去借这个币种，然后到时间了，你可以在指定时间内还它，也可以一直持有到一定时候。那中间的话，时间长了就要产生利息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币种交易比较火热，它交易所它没有币种借给你了，所以它这个情况就下不了单。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套利的，套利的就是现货和杠杆的之间的一个套利啊。你如果能获取到这个现货价格和杠杆价格，这个适合这种行情，你要对这个行情的这个数据接口非常快，然后你要编码能力也特别强的了。新手不建议去做这个操作啊。然后这个就是强平的一个风险管理，你在这里的话，它会有一个这个止损的，还有触发的一个条件啊，这边要详细的看一下啊。然后就是强平的一个预警和这个合约其实是类似的啊，但是这个相对来说风险会小一些。然后就是通过凯利公式去这个计算，也是一样的，把这个资金分成多笔。那杠杆最怕的就是这个我们叫这个插针的这个行情啊，就是像10月十几号的，就10月11号的10号的这一天的这个行情啊，这种行情你比特币还好一点啊，其他的这种小币种瞬间就被打穿了，2倍杠杆都直接飞了，不用说这个10倍杠杆了。所以说这个逐仓模式的这个重要性就在这里了。你单笔被打飞的话，它不至于说全部都飞掉了。那如果说资金量做到一定时候，你可以开期权做一个对冲，也可以。比如说你做多，那你在少量的资金里面去开一点期权，做个对冲。这个类似于买股票，你买了100万的股票，你拿1万块钱做股指期货的一个对冲也可以啊。股指期货的期权的对冲，这种的话就是说相当于给自己买个保险。那你如果股票能挣钱，这个期权亏掉的，那也就无所谓了。那如果股票遇到极端行情情况下，它期权会通过这种极端的行情放大，可能会赚几十倍。那这样的话能弥补掉你的这个损失，这个就属于对冲的方式其中一种。然后这个是动态杠杆的调整，细节的地方大家自己去看个代码，有点多。然后还是这个实战的配置啊，保守型的，平衡型的，还有激进型的。那这个地方，这里没有激进型的，就是这个就是平衡型的。那激进型的就是把这个倍数再放大一些了。后面就是这个时间任务了。然后我们今天再顺带讲一下哪一个策略来讲解一下啊。这个是突破型的一个策略啊，就是突破型的趋势跟随策略。那简单讲一下突破型的趋势策略什么意思啊？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箱体，这个箱体里面的正常情况下，它走的这一段就属于箱体了。那从这里开始就算是跌破了箱体了，就属于叫向下突破的行情了。所以这个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如果你能用指标算出这一部分的这个走势啊，在这里啊，你能算出这一部分的走势，那你这个地方就是盈利的。那如果你做趋势跟随，你可以到这里开多，然后到这里开空，然后到这里开多，在箱体里面做操作。那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要设这个止损点，比如说跌破这里就要出场。那如果做突破的话，就是这种行情不好抓。突破行情，你看这么久的行情，它只有一波是突破的，所以突破的时候你一定要拿得住，然后锁定利润，把这一波肉都吃到。这样的话，你才能这个弥补你前面的时候的，比如说你这里开空，这里亏了，然后这里开多，你又亏了，这里的损失要弥补掉，你这一波你就要吃到一定的肉才能弥补掉。然后我们看一下突破里面有几个主要的事项，第一个就是识别它的这个支撑和阻力位啊，那箱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阻力位啊，还有就是密集成交区。
然后就是价格突破这个阻力位的时候要买入，然后跌破的时候支撑的时候卖出。那其次就是要在这下面设置止损，万一是假的信号，假的突破买入和假的突破卖出。然后这里就还有就是要结合成交量去判断一下突破的这个有效性。另外就是使用这个布林带和 ATR 确认这个突破强度。这个基础配置是固定的，调这个参数值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行情和止损的线。那这里就是动态参数，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动态参数的配置啊，可以通过这个回测的方式去找出最优的这个动态参数是多少。默认的话，比如说设这个20，然后这个是成交量的布林带的参数啊。接着就是计算技术指标，这里有高低点的识别，然后阻力支撑位，然后真假真实突破的情况，然后布林带的，布林带突破的，ATR 策略的，这个是 EMA 均线的，还有 RSI 的，这个就不一一讲解了。这些策略你可以都列出来，计算好以后，你在买入这边，你需要用到哪个策略，你就给它加上。那这里计算出来的好处就是，你下一次如果策略变了，你在这边只要做小的微量的调整就可以了。那这里到时候弄好以后，只要改参数就好了。比如说 RSI 超买，你认为85太多的话，你可以改成，比如说改成70或者65。行情不好的时候，它反转快嘛，就行情好的时候，这个值就可以设大一点。那个倒过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在30的时候是超卖的情况，你可以给它设置一下。然后这个是 ADX 的策略啊，我上节课讲的这个。然后就突破的这个幅度够不够啊？就是这个箱体在这个位置，那往下跌的时候，跌破了箱体的最下沿的幅度有多少？这个要做个判断。然后这里就组合条件，我这里全部列出来了，你们只要选一部分，挑重要的，挑个3、4个，3到5个应该就够了。那这个就是卖出条件，也是写了一大堆，我全写出来了。直接用是不能用的啊，取重要的一部分拿来用就好了。那后面就是一些辅助的指标了，动态止损的策略了，然后交易确认了，这个可以自己下来的时候去看一下。那今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课程，主要就是讲了这个杠杆交易还有附加的讲了一些这个期权交易的内容啊，然后再讲了这个突破策略。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那觉得课程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点点赞。感谢大家的观看，好，我们下期再见。